与其说这是一只狮在怒吼啊，它给我的感觉反而是更像一只小猫在舔水。真是玩用心测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Prime 的魔案分享时间，我是老王。哎呀，再次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马到成功啊！咱们新的一年啊，也终于是来到了。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玩具呢，是这款我们 TT 社官方最新出品的这款这个索斯兽、戴亚克隆和变形金刚三方联名的这款索斯兽擎天柱啊。当然它正式的一个官名应该叫 Shield D Prime 啊，这个 Shield 就是这个索斯兽的狮子是吧？这个 D 是戴亚克隆的开头啊，那 Prime 自然就是我们的擎天柱了。那这款玩具其实我觉得吧，可玩性确实还是挺高的，对吧？但是呢，说实话，这个高昂的定价确实让很多朋友有望而却步的这种感觉。不过我说实话啊，个人来说对这款玩具很意外啊，我还挺喜欢的啊。行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吧。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款玩具的这个兽形态的方面啊，那可能索斯兽这个 IP 呢，现在来说真的是没有什么热度了，非常冷啊。虽然说这2年呢 TT 社也出过一些索斯兽的新品，但是这个热度啊，其实啊也都不怎么高啊。那这一次的我们的 Shield D Prime 呢，应该选取的是这个索斯兽初代的一个主角，这个重装长牙狮啊，它应该也可以叫这个盾长牙狮，因为它的名字叫 Liger Shield， 我记得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啊。那其实说实话，这个狮子的形态相比于人形态呢，我觉得我是更加喜欢的啊。从造型上来说呢，其实非常的贴近它的原型了啊。不过我觉得有2点在造型上，我个人来说呢是不大满意的。首先呢，是它前方的头部的透明的驾驶舱盖的部分呢，它是一直延伸到了这个位置，这个透明件，我觉得这样是有些难看的啊。那其次呢，一个地方就是它没有脖子啊，因为它这次在头部呢加入了一个电机的联动的效果，所以说呢没有给这只狮子脖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那既然说到这个电机的联动，那也是我觉得这款玩具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我们呢看到它身体侧面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开关，我们把它向前拨的时候呢，它的是一个驾驶舱的位置有一个亮灯的效果，当然我这个灯光比较亮，可能看不大出来啊。但如果把它搬到最后面这一档，那么它的这个狮子头部呢，就会有规律的进行到一个一开一合的一个感觉哈。不过说实话，因为它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慢啊，而且呢感觉起来没有什么力度，与其说这是一只狮在怒吼啊，它给我的感觉反而是更像一只小猫在舔水啊，这个确实有点搞笑。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电机啊，它的声音是非常大的，我们先把它给关上啊，这个就让人感到有一种那种老的复古玩具的这个电机的感觉啊。那么兽形态整体的长度方面呢，因为它的这个尾巴非常的长啊，所以说算到尾巴尖这个位置的话，它整体有31公分左右啊，这个大小确实我个人觉得是挺意料之外的啊。不过呢，说白了，我觉得这款玩具它也是有些对标我们变形金刚里的一个 L 级别啊，对吧？那这款玩具我觉得它主要体现的更多的是它的玩法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兽形态有什么玩法吧。那首先呢，刚才电机的联动我们已经看过了。首先第一个是它可以跟这个重装长牙狮一样的，把它头部的这个鬃毛呢，我们给它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敞开，让它呈现出它的一个应该是它的一个绝招什么护盾的一个形态啊。然后呢，它的头部呢以及背部呢有2个这样的驾驶位，我们都可以把它的这个舱盖打开啊。当然这里面是可以放一个戴亚克隆的一个小的驾驶员的啊。当然其实这个前面头部的舱盖肯定是在这个狮子原设里面就是有的啊。那后面这次是给了一个戴亚克隆规格的这样一个驾驶舱啊，它两边的这个小机翼呢，我们可以给它打开，类似于某种小型的这个飞行器吧。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戴亚克隆玩法在这款玩具上真的是属于一个比较鸡肋的存在啊。那么武装的配置方面呢，首先呢，它背部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一块装甲呢，给它这样拔下来吧，反正就是在它背后呢有一个这样的火炮，我们可以这样给它把这个火炮啊给这样翻出来，是吧？这个样子。同时呢，在它侧面两边的这个导弹舱，我们可以给它这样翻出来，这样呢，可能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远程的一个进攻的形态啊，也说不定啊。除了本体的武装之外呢，这样还有一把这个当然是擎天柱的一个人形状态下它使用的一个大枪啊。这个枪其实非常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这个外传电影版擎天柱的枪啊，它的造型比较像这个 SS38 的这个枪。我们可以像我们开头这样呢，把这个枪呢安装到它的侧面，哇，这样也是武装的非常满啊。这样一个全副武装的一个狮子战斗的形态还是非常好看的。OK， 那咱们也不多说废话，我们以这个形态来开始进行变形吧。那么变形第一步呢，这款玩具在变形需要很多这个拆分的一个零件啊。我们首先还是把这块板跟这个炮呢给它拆下来啊，然后呢是它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炮，我们也是需要把它给拿下来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的2个手臂这样
抬起来，然后呢这一块我们把它这一边呢整个的向前旋转，然后这一边呢收起来，往上转到这个位置之后呢，这里有卡扣对齐这个位置，我们把它给这样卡上去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腿部和下盘的位置啊。首先是这个地方卡扣，我们需要把这个位置呢给这样往前掰的时候呢，顺便给它解锁，然后呢把它往下这样移过来，跟这边的2个卡位呢，我们再把这个腰身呢给固定住啊。紧接着是它这边的2片这个面板，我们需要把这个面板呢这样往外这样打出来，翻开啊。这也是靠这2块和中间这一块把它2个腿给这样固定住。然后这里要注意呢，在它2个腿中间呢，神奇的收纳了一辆这个戴亚克隆的这个小摩托车啊。我们这时候需要把这个摩托车给拿下来啊。这个擎天柱这个兴趣挺别致啊。然后把这块呢给这样推进去，把这块弯上来，然后这2边的卡扣给它扣住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它的一个腿部的操作啊，也非常简单啊。首先把这边呢往下这样转，你可以先把它下面这部分给打直一些，这块先翻下来啊。你要注意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关节，它的卡扣在这个关节上，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关节转平。然后呢把这块面板呢往侧边推啊，往侧边推的同时呢，这些卡扣和这些卡扣正好对应上，把这个腿呢给卡住啊。然后这块板呢，你可以这样给它，这里有卡扣，把它直接扣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小腿的部分，我们需要先把这一块呢这样往上移啊，把它的爪子呢这样往下打，打平，打过来。然后呢，这里面呢有一个脚后跟呐，把它给翻出来，跟这里卡扣，我们可以先对应上。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脚后跟，2段脚后跟，因为它后面这个背包比较大啊。脚后跟变完之后是前脚掌的部分，我们需要把它前脚掌的这样往外拉出来，整个的做一个伸展。它的脚板是非常的长的啊，可能也是为了它的一个重心做考虑啊。之后我们需要做就把它的膝盖这块板，把它这样往上移过来啊，这样一个腿就变好了。腿部变好之后呢，我们来看背包这个部分啊。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先把这个背包呢暂时的往下这样折过来，它的卡扣先不要卡住，因为我还没有变这个脑袋啊。顺带一提啊，它的电池呢就在这里面啊。把这个螺丝拧开之后呢，2个7号电池啊，就这么一点电机，你竟然用2个7号电池啊，这是让我非常不解的一点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手的部分啊，手部分首先这个前爪我们给这样往下转一下，然后呢给它转过去，转到上面来啊，这里卡扣把它给固定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把它的整条手臂旋转180度啊。红色这块板我们先把它翻开，再去翻底下这块板啊。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手呢先这样向下拉一下，往下拉一下，然后呢再把它进行一个180度旋转，把它手转出来之后呢，把这些零件呢给它归位啊，手旋转90度啊。之后呢是它这一块的这一片鬃毛，我们需要把这个鬃毛呢往前进行一个平移，把它变到这个肩胛这个位置啊。手臂变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处理一下这个兽头的部分。其实我是觉得你不把这个鬃毛展开比较好看啊，但是根据它的官图呢，它变完之后是把这个鬃毛展开的，同时呢还有它头部外侧的这2块板，这个呀非常难抠啊，而且有些紧，大家变的时候呢可以略微的借助这个工具啊。然后呢是上面这块板，我可以先把这块板呢往前这样移出来，然后呢翻到背后来看，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背后的这一块一整个的这样翻开，把这一块板给它翘一下啊，不会有任何影响。把它的脑袋呢翻出来之后呢，旋转180度呢翻过来啊，扣下去。扣下去之后呢，前面这块板呢，我们需要这样往前这样斜着往下压，这样呢它就不会挡住它的脸啊。然后呢还没完啊，我们需要把这些拆下来的东西再给它装上。首先这个炮的部分呢，我们需要这样安装到这个孔上啊。然后呢把这个背包呢，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扣住了啊，上面一个卡扣，下面一个卡扣啊，卡得非常紧。然后呢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先把这个拿下来，把这一块呢翻出来之后呢，往前扣的同时呢，它和前面呢还有一个咬合的位置啊。之后呢再把这个东西给扣上。然后呢还是有一个剩余件啊，本体上呢就是这个3连装的一个火炮啊，它是说让你把这个炮装到它的枪上啊，当做一个额外的一个榴弹之类的东西啊。那我们这个擎天柱呢就变形完成了。最后啊顺带一提啊，就是在它的官图上，它腿上的这2块这个鬃毛这个零件呢变完之后就是这样放着，我觉得这样非常难看啊。那我个人一般会选择把它这样转到后面去啊，再卡一格这个卡扣啊，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因为我看说明书上变形完成之后也是刚才那个样子啊，我觉得那样实在是有点太过于突兀了啊。其实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玩具啊，其实相比它这个人形，我是更喜欢这个兽形会更多一些啊。这个人形其实它这种美型度我不是很喜欢。首先
正面这个狮头呢突出的太多了，对吧？其次呢，为了照顾这个狮头呢，你会看到它的头和手臂和它的胯部是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啊，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它的重心非常靠后啊，你这个从侧面看显得非常的突兀啊。不过整体来看呢，确实也是第一次实现了这个索斯兽和变形金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联动变形啊，我觉得还算是可以了吧。我个人反正是觉得它整体的造型会更迁就于那个狮子的形态更多一些。不过呢，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朋友喜欢这样一个擎天柱的形象吧。不过之前我直播的时候，我和大家说过很多次啊，我其实个人比较希望，如果真的是索斯兽和变形金刚以后还能联动的话，那我个人更加希望是能不能让这个零式的长牙狮和我们的擎天柱进行联动。因为首先原因很简单啊，在索斯兽里面，我觉得零式的这个人气是比较高的。其次呢，因为它是一个白色的狮子，在我们变形金刚里本身就有一个白狮擎天柱，对吧？那这样看起来可能也会更加的合理一些啊。总而言之，这个人形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不是很喜欢啊。哎呀，这个头雕方面呢，不得不让我想到 MPG17啊，依旧是给了一个这种透光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眼部。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柱子的脸显得有些呆，因为它是把它底下那个面罩的尖呢做成这种是吧，一个相当于某种倒角的一个感觉，我不喜欢这样。如果说它底下面罩有那个尖的话，我感觉这个头雕看起来就会更加的顺眼一些。不过呢，也算是擎天柱非常标准的一个头雕的造型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人形的身高呢，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啊，差不多是一个那种老的 L 级别的身高啊。可以说这玩具分量是足够的啊，但是卖1500-600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还是有些太贵了呀？武器配件方面呢，自然而然又是这个外传擎天柱的枪呢，加上这样一个索斯兽的这个3连装的火炮啊，这个造型还可以啊，你还别说，并没有想象中会显得那么突兀啊。那么再值得一提的是啊，为了凸显它这个所谓的戴亚克隆玩法呢，它身上这些可插拔的配件呢，可以全部拿下来，然后再重组成这样一个我不愿意说它是小飞机的一个飞机吧啊，这个东西就非常尴尬，而且其实还没有组完啊，我们需要再把这个枪安到这个底下，但因为这样放不平，所以我就先不玩了。这个东西就纯属是就没活硬整了。说实话，这玩意儿真的没有太多戴亚克隆的玩点，而且它的身上的接口和戴亚克隆的玩具几乎也是不通用的，除了这个座舱的接口之外，我实在是觉得你不会说加上戴亚克隆这个名号就是单纯为了提高它的售价吧，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戴亚克隆玩具它的定价一向都是比较高的啊，这个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它的另外一个用法就是可以直接安到它的手臂上，当做一个类似于复合冰装一样的一个武器来使用。不过说实话，你说这东西如果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攻防一体，它既是一个盾牌又是上面有炮之类一个武器的话，那你说这个小人坐在这里，那是不是当炮灰的话，他好可怜啊！我的天哪！最后有一个我就是这玩具让我有些难受的地方，就是又中奖了呀！又中奖了，哪儿中奖了呢？我们先看这边这个手臂啊，它的齿轮关键是这样的，听得到吗？非常的一个清脆的一个齿轮。但是我们看这边这个手臂，虽然说它也是依然有齿轮的这种顿挫感，但是基本上没有了这种齿轮关节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是这样，说白了，我这个当时也是看到某鱼上有人在出这个心血来潮，我就下单了啊，是一个半二手，就是人买来之后也没有怎么玩后来也是跟他协商，又给我退了50块钱。不过这我也不敢确定我是不是被坑了。不过这个东西谁遇到谁难受啊，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是这个样子啊，希望大家不会有这种中奖吧。OK， 那咱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吧。其实说实话，这款玩具它又是这种现在比较少见又要想到 MPG17 了是吧？以玩法为主的一个玩具吧，确实玩法非常丰富啊。说白了吧，不管从它的宣传还是它的卖点上也好，它都是怎么说呢？集合了变形金刚、戴亚克隆和索斯兽这3种玩具的玩法为一体的一个玩具。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把玩的时候还是可以发现的一点就是，戴亚克隆它的玩法在这上面体现的其实并不明显，可以说微乎其微。当然你要说把这3个东西结合起来，是不是本身就有一个难度呢？那确实是。但是这个玩具的售价确实也是非常的高啊，1500-600块钱的价格呢，虽然说把玩起来确实是我觉得还是挺快乐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啊，对吧？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系列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产品啊，因为索斯兽的话它有狮子就肯定有龙啊，因为索斯兽一般是它的主角是一个狮子，反派是某种这个龙恐龙乱七八糟的，对吧？那我预测一下，如果这系列还有别的
那下一款应该是一个变成某种龙的威震天啊。行吧，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呢，请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KO 场地建设需要你的协助。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